Yes, I'm not saying that we can, we don't have a design to go offensive unnecessarily, isn't it? Only when we are pushed will we be doing something. So we have our plans in place. One place we can positively say we are training much better than them. We have exposure much better than them. 印度开始反击了，针对豪哥哥的刚买的飞机被打了，这印度人民啊嘴都气歪了啊！这不啊，他们就开始反击了，在这个网上发了一张这个100年前的照片，看照片啊，应该是这个清朝末年，当时还是英国列强二狗子的印度人，趾高气扬的在中国上海的足迹啊，压着4个衣衫破旧的老百姓。这个印度人还配了一句话：他们似乎忘记了。哎呦喂，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非常不爽啊！这几天刚好有个印度专家进行了自我检讨，这检讨啥呢？他就提到这个印度在1962年犯的战略错误。इंडिया की कोई स्ट्रेटेजिक ब्लंडर ऐसी है जैसे मिसाल के तौर पे लोग कारगिल को पॉइंट करते हैं। दुनिया की हार्डली कोई कंट्री है बिग और बिगेस्ट पावर जिससे स्ट्रेटेजिक ब्लंडर्स ना किए हो। इंडिया ब्लंडर 1962 वॉर, तो स्ट्रेटेजिक ब्लंडर्स तो आपने किए हैं, हुए, मतलब इसमें कोई डाउट नहीं है, बट इट इज नॉट समथिंग दैट कंट्रीज डोंट डू. कंट्रीज डू फॉल्टर. आपके जो स्ट्रेटेजिक ब्लंडर्स हैं वो उस नौयत के हुए हैं कि जिसकी रिक्वायरमेंट थी नहीं, तो कंट्रीज डू शूट देमसेल्फ इन द फुट. जब आपके अंदर स्ट्रक्चरल चीजें इतनी कमजोर हो और आपके अंदर इतनी वल्नरेबिलिटीज हो और फिर आपसे वो मिस्टेक हो, तो उसकी जो कॉस्ट है, वो कॉन्सिक्वेंसेस है, वो इतनी सिवियर होती है कि आप सस्टेन नहीं कर पाते, क्योंकि आपके क्यूमुलेटिव नेशनल पावर में एबिलिटी नहीं है इसको सस्टेन करने.说到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中国解放军可是仅用32天就打到新德里了，让这个印度做了59年噩梦，至今都是印度人心里的痛。就是主要的问题是这个问题，主要的问题是62年的问题，就是跟那个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那个矛盾不发生，中国印度边界问题可能早就解决了。这个伤痕就是在印度62年以前也没跟任何国家打过仗，这是第一，也没有一个国防部的一个开支和准备。就是62年是对印度可以说一个很大的，就是比英国人侵略印度统治150年更大的一个伤害，就是因为印度只要跟巴基斯坦打了几个小规模的战，99年也打了，65年也打了，71年也打了，打了一个每天都缴获无所谓了。所以印度跟任何国家历史上没有产生过战争。巴基斯坦和印度是一个摩擦，就是边界上啊各方面经常缴获，每天都缴获，昨天也缴获到了。62年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我们心情就是没有好好谈任何问题。但现在关键是你要再打仗的话，不是大家伤害更大嘛，对不对？再打一仗，就是说一定要证明印度的能力多大，是不是就有可能对双方的伤害更大？印度有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外交立场，就是中国友好就友好，跟中国合作就合作，跟中国对着就对着。但他过去没有那么模糊。所以这个问题让这个中国也很难理解印度，印度也很难理解中国。所以战争的可能性大的原因，就是双方还没有走出来62年的那个情绪，就是谁打了谁，分不清楚。中方现在还有这种情节吗？中国这边其实呢，这个和两个国家的这个战略思维是有差别很有关系。其实呢，中国现在并没有把印度作为主要对手来超越。您说的太好听了。哎呀，中国没有把印度当成，是不是让对印度就是不敬了，又看不起印度？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我是在军队高层机关那么多年，并没有把印度作为主要的战略对手，这不是我嘴说的，这是我们的战略思维看不起印度。你看不是，主要的问题是印度，他没有得到一个怎么样才能够让印度感到被尊重？你听我说，高先生，就是印度，你听我说一句，我们没有把英国、德国作为战略对手，那是因为中国看不起英国、德国嘛，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印度是你的一个邻国。英国、德国、美国都没法比了。印度是你最大的一个邻国，而且历史上关系非常有感情。实际上呢，所以你说的对，非常有感情的。如果你任何问题上，我高兴来中国很早，您就别让我说中国怎么看印度。不是，
我就知道，可能我就知道清楚中国怎么看印度的，这个杜老师也知道，您也知道。王老师认为说，在军事战略上呢，就是没有把印度作为一个主要的对手来看，并不是说印度不经打，不是这个意思。他就是说没有把印度作为一个敌人来看。不当回事儿。那如果说不是不做对手，那如果说中国把中文很差，对手怎么办呢？我中文很差，但是我想告诉你，就是我相信那个王老师应该不是这个意思。你每次发生什么矛盾，你把印度不当回事儿。不，你听我说，高兴。其实作为我们军队，包括我个人，对印度某些方面是很敬佩的。你比如说你们的软经验，比如说你们的生物制药，我们是高度敬佩，不是一般的。因为我到国外也去过很多次，你比如说我到微软也去过，微软的中层主要是印度人为主，不是中国人，中国人是打架手的。这个地方不存在任何鄙视和贬低的成分。只是说我的战略对手要看你对我们国家形成了多大的威胁，对我们国家以后的发展有多大的阻挡，我可能会把你设成主要的战略对手。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要超越的主要对象是谁？印度也很清楚，中国也很清楚，我们军队对印度是有客观的判断，说印度对中国未来的威胁有多大，要吞并中国、侵略中国，我也不相信。至于说边界争议，这是双方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要把这个问题把国家的命运也联系到一块去了。中国也没有，我想印度也没有，这就是我们两个国家以后友好相处的一个客观的基础，我们双方都要看到这个客观基础存在。这印度到现在还对这个边境问题念念不忘，你说气人不气人？这完全是忘记了当年我国是怎么通过一场战争就教印度做人的。这话说当年啊，这印度有个领导人叫尼赫鲁，那叫一个自信满满，觉得自己老厉害了，他觉得中国不敢跟他动手，还想占咱们便宜。这结果呢，啪啪啪打脸哦，中国军队直接给他们干懵了，打得他们屁滚尿流。我就纳闷了，这个尼赫鲁这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呀？说实话，这个印度这个国家，它在这个国际上一直都挺奇葩的。你说它是个大国吧，它干的那些事儿，有时候就让人挺无语的。这要不是当年英国殖民他们呀，把那些小国家捏一块儿，现在印度指不定啥样呢。二战后，英国不行了，被赶走了，印度这国家也挺乱的。这更要命的是啊，印度当时经济不行啊，这老百姓吃不饱饭，那是要出事儿的。这尼赫鲁他也想了不少办法，但是好像都不大管用啊。那你说咋办呢？他就想了个损招，转移矛盾。啥意思啊？就是让老百姓觉得他们印度可牛了，让大家伙都爱国团结起来。那怎么让大家觉得印度牛呢？扩张呗。这尼赫鲁啊，先是吞了几个小国，一下子觉得自己行了，有点飘了。老百姓一看，哎呦喂，咱们的领导啊真厉害，那更支持他了。这下尼赫鲁啊更来劲儿了，直接就把这个目标啊盯上咱们中国。他跟这个老百姓说啊，这个中国啊联合那些小国啊想包围印度，咱们得打破这个封锁。其实啊，当时这个中国根本就没这想法，这都是印度自己瞎说的。那时候啊，中国其实也挺难的啊，跟这个苏联关系也不好，跟美国也不咋地啊。这印度一看，嘿，这个机会来了，那些大国都想利用印度啊，就给印度了不少好处。中国一看这情况啊，也派人跟印度啊好好说，打仗呢，你对谁都没好处。可这个尼赫鲁啊，根本就不听，觉得自己可牛了，就想搞事情。印度军队里也有人觉得不对劲儿，但尼赫鲁说啊，没事儿，这个中国的主要敌人啊是欧美国家。他说啊，这中国要是跟印度打起来啊，欧美国家可就高兴了，所以中国不敢动手。这话一说，这个印度军队也觉得有道理，中国啊只能忍着。可他们就大错特错了啊！这个中国军队啊，可不是他们想的那样。中国保卫自己领土的决心啊，他们是根本想不到的。其实这场仗，双方心里都没底儿。美国、苏联都偏袒印度啊，想把这个印度当棋子。印度也觉得自己啊有靠山，那就更嚣张了。结果呢，这仗一打起来，印度立马就傻眼了。咱们这个解放军的炮弹，那就跟下雨似的往这个印度阵地砸，这个印度军官都懵了，没想到咱们的火力这么猛啊！赶紧命令士兵修工事啊！可是工事在炮弹面前啊，那就像纸糊的，这一下子就没了。这只是第一步啊，这个炮弹轰完，咱们的解放军就冲上去了。这印度军队还没反应过来啊，就跟解放军啊碰上了。结果可想而知啊，那是被打得节节败退啊，还丢了不少地盘。这印度只能往后撤。咱们这个解放军动作也快，没几天就打垮了印度了好几个部队。这个时候啊，中国又给了印度机会，说要不咱们谈谈。
可尼赫鲁啊，已经把自己逼到墙角了。之前给老百姓吹了那么多牛啊，这个好不容易啊，让大家觉得印度牛了，那现在要是认怂了，哎，那不行啊。所以啊，他还是拒绝谈判，硬着头皮也要打下去。那行，解放军的攻势那是一波接一波，印度啊最后是彻底扛不住了，部队啊也散了，哎，啥都不行。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解放军啊及时刹车，宣布停战。尼赫鲁听到这消息啊，也挺震惊的啊，但他总算是明白了自己跟中国是差远了，赶紧见好就收才是正事儿。通过这件事儿啊，咱们也看明白了，这个印度啊就是太自大了，才把自己给坑了。这尼赫鲁想的那些啊，是一个都没实现。美国、苏联啊根本就没有真心帮他，就是在利用他呀。这解放军的战斗力也是让他大吃一惊，这些加起来啊，才让印度啊输得这么惨。这场仗之后啊，这个尼赫鲁啊缓了好长时间才缓过来啊。之前建立起来这个自信啊，你就像这个泡泡一样，这一下子就破了。哎，就连这个国家地位也没以前那么高了。这怪谁呢？只能怪印度自己做的呗。哎，自己种的苦果自己吃。那个时候的印度媒体啊，哎，就跟我昨天说那个贾康姐一样啊，那就一个劲儿的捧尼赫鲁这个臭脚啊。这个尼赫鲁啊搞了个前进政策，说白了就是往前拱啊，偷偷摸摸占咱们的地盘。这印度媒体呢就跟打鸡血似的，把这事啊吹成啥了？拿破仑式的大胆胜利。哎喂，我的妈呀，这词儿用的真的是把自己当拿破仑了啊！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只会嘴上抗议，不敢真动手，为啥呢？哎，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印度军队啊天下无敌，尤其是这个印度时报和这个政治家报，那天天在那儿吹啊，说这个印度士兵啊英勇无畏，还说中国老在边境挑事儿。总之啊，整个印度社会都觉得啊打起来印度肯定赢，而且是轻松赢。结果呢，10月20号，解放军一声令下，全面反击。印度军队那叫一个不堪一击，一碰就破。这下印度媒体都傻眼了，之前还乐呵呵的，现在就直接懵逼加恐慌，立马变脸啊，开始骂中国背信弃义，说中国撕下了和平的伪装，说印度一直都想跟中国友好，结果中国背后捅刀子。哎呦喂，这话说的啊，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更搞笑的是，政治家报还在那儿硬撑，明明印军啊被打得屁滚尿流，他们还在那儿吹牛，说瓦弄战役是史诗般的战斗，说打破了中国的无敌神话，还说印军啊精神高涨，不屈不挠。哎呦喂，我的天哦，这脸皮厚的哦，这子弹都打不破。结果啊，到了11月，这解放军啊都快打到阿萨姆平原了，这下印度媒体啊彻底绷不住了，那舆论啊一夜之间大翻转。这地方报纸开始报道说，大批民众啊逃往新德里，银行里烧钞票，乱成一锅粥啊。这媒体也开始反思了啊，不过他不是真反思啊，他是在找替罪羊。他们开始骂这个尼赫鲁和这个国防部长梅农啊，说他们是战略失误，这个草率幼稚，导致这个国家蒙受羞辱。特别是之前那些吹牛的媒体啊，之前还说印军啊一路反击成功的，结果呢，这解放军突然就到家门口了，这转变也太快了，这老百姓都吓傻了呀，恐慌情绪瞬间爆炸。战后呢，印度斯坦时报之类的这个媒体啊，他又开始找理由了，说战争失败是因为这个解放军的兵力啊是这个印军的8倍。哎呦我的妈呀，你说这个睁眼说瞎话，实际上当时的兵力是差不多的，应该是1比1吧。印度快报又爆料说，尼赫鲁政府啊根本就不关心前线，士兵装备短缺啊，手里没枪没炮啊，这才导致的彻底溃败。他们还给这个西方国家哭诉啊，说中国啊趁着古巴导弹危机啊偷袭印度啊，还夸大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啊，好像这个美国帮了他们多大忙似的。哎，我说啊，这都过去60多年了吧，这个印度媒体啊，这还是老样子吗？看看这个贾康姐啊，这就剩死鸭子嘴硬了呀，这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好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啊！欢迎订阅、点赞、分享哦！我是小懒，我们下期再见，感谢您的支持。